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是：老人经常喝牛奶与不喝牛奶差别大吗？医生来告诉你实情。今天我去查房的时候，有个病人跟我说，他最近在浏览网页的时候，看到有一些专家提到老年人喝牛奶与不喝牛奶的差别很大。这个病人看到这个观点以后就比较疑惑，因为他潜意识里认为牛奶是比较稀的，于是他就问了张医生，老年人喝牛奶与不喝牛奶差别真的很大吗？其实现实生活中不少老年人认为喝牛奶和喝白开水没有多大区别，其实并非如此的。为了让大家对牛奶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牛奶的这些事。老年人容易出现骨质疏松的情况，而且还更容易的发生骨折。之前我有一个亲戚，他家里条件不怎么好，因此也几乎不喝牛奶。有一年冬天下雪，他出门干活的时候不小心摔倒了，当时就感觉髋关节疼痛明显，于是就去医院做了检查，结果发现髋关节骨折，而且还有明显的骨质疏松。可能大家不太理解什么是骨质疏松。我们的骨头的主要组成成分就是钙质，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骨质会有一定程度的丢失。与此同时，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调节骨质代谢激素的分泌量就会出现异常，而且老年人的消化能力也会减弱，运动量也会减少，这样的话就容易出现钙质丢失的情况。在某种的程度上来讲，发生骨质疏松的骨头就和腐朽的木头差不多，木头腐朽的越厉害就越不结实，骨质疏松也是如此。骨质疏松厉害的老年人可能在稍微干点体力活或者是轻微外伤的时候就会发生骨折。大家不要小看骨折，它虽然对于年轻人来说不算是什么，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可能就是致命的。不得不说，老年人的愈合能力是比较差的，他们发生骨折后愈合得很慢，或者压根就不愈合。由于骨折后难以做到一动不动，骨折可能会稍微长好一些，又因为活动而断开。这样的话，老年人的活动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活动量不足会使身体变得更差，而且还会增加坠积性肺炎、肺栓塞等的疾病的风险。这样的话肯定会影响寿命的。2. 老人经常喝牛奶与不喝牛奶差别大吗？牛奶中的钙含量相对还是比较高的。根据权威的数字，100毫升的牛奶中含有的钙能够达到110毫克。每天喝250毫升的纯牛奶就能够满足人体对钙的需求。因此，如果老年人经常的喝牛奶，那就可以起到预防骨质疏松的作用。另外，牛奶不仅仅是含钙量高，而且还容易被人吸收。牛奶中含有的钙主要是一种脂溶性钙，而且里面含有的酪氨酸、维生素 D 以及氨基酸都能够帮助人体吸收。之前有人曾经做过调查，发现每天喝300毫升纯牛奶的人和从来不喝牛奶的人相比，椎体和髋骨的骨密度要高 6.5% 左右。不过需要注意一点，如果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骨质疏松，单纯的依靠喝牛奶是不行的，还需要注意坚持运动，多晒太阳，适当的增加绿色蔬菜和优质蛋白的摄入。对于老年人来说，应该选择有氧运动，比如散步、快走、慢跑等。在这些有氧运动中，应该首选散步，这是因为散步比较安全，而且还容易坚持。每天应该运动30分钟左右，每周运动的次数不要低于5次，尽量的不要进行晨练，因为早晨的气温低，人体为了减少散热，就会收缩血管，造成血压快速的升高，可能会诱发心脑血管意外。如果室外的天气比较寒冷，那就应该进行室内运动。大家可能觉得晒太阳比较简单，其实这里面也有一点要注意的事项。晒太阳的时间可以选择在上午10点左右和下午4点左右，
在春天和秋天可以每天晒25分钟左右，夏天晒7分钟左右，冬天晒40分钟左右。在晒太阳的时候，注意不要隔着玻璃，最好是选择室外。综合以上，经常喝牛奶与不喝牛奶的差别大不大是不太好说的。因为虽然喝牛奶能够预防骨质疏松，但是别的一些行为也能够预防骨质疏松。这就好比挣钱，虽然有些人本质工作挣不到钱，但是人家的副业挣钱，一年下来也能够挣不少钱。但是不得不说，经常喝牛奶的好处确实是比较多的。老年人经常喝牛奶可以收获以下多种好处：一、预防骨质疏松。发表在 BMJ 上的一篇最新营养干预研究发现，老年人每天摄入适当的钙和蛋白质，可预防骨质疏松的风险。具体而言，跌倒的风险降低 11%， 骨折风险降低 33%， 髋部骨折风险降低了 46%。 而牛奶中富含的维生素 D、钙质和优质蛋白，能在很大的程度上为老年人补充钙质，减少骨质疏松的病症的出现。有研究数据显示，常喝牛奶能够将骨质疏松风险降低 33%。 二、增强免疫力。蛋白质是免疫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牛奶是极其难得的优质蛋白来源，其中富含8种人体必需却又无法自身生成，只能够通过外界摄入的氨基酸的成分，能有效地帮助细胞和肌肉的生长发育，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体质，提高身体机能。三、提高睡眠质量。牛奶中含有的色氨酸可以帮助舒缓神经，安神镇静，有利于舒缓焦虑的情绪，辅助提高睡眠的质量。可见，对于老年人来说，喝牛奶身体获益还是真不少。三、喝纯牛奶需要注意些什么？一、不空腹喝奶。很多人喝牛奶的时候喜欢空腹喝，其实这种做法是不科学的。这是因为当人空腹喝牛奶的时候，胃肠道的蠕动就会比较快，牛奶中的营养物质还没来得及被人消化吸收，就被排了出去，从而造成了浪费。正确的做法是在喝牛奶之前，先提前的吃一些馒头、面包之类的食物，然后再来喝牛奶。二、不高温煮牛奶。很多老年人的胃肠道不太好了，为了减轻消化道的负担，不少老年人在喝牛奶的时候都会选择煮沸牛奶。其实这种做法是有失偏颇，牛奶煮沸以后，里面的一些营养物质会被破坏，这样的话就降低了牛奶的营养价值了。正常的做法是把牛奶加热到50摄氏度左右就可以了。三、不要用牛奶来送服药物。很多人认为牛奶的本身营养价值就比较高，因此就用牛奶来送服药物。殊不知这样的做法存在一定的问题的。用牛奶送服药物可能会影响人体对药物的吸收，进而降低了血药浓度。与此同时，牛奶中含有一些矿物质，比如钙、镁等的，可能会和药物结合形成难溶物，从而降低了药效。四、不要在牛奶中加糖。我们都知道纯牛奶的口感是比较清淡的，喝起来不是太好喝，因此不少人会在牛奶中里面加一点糖。牛奶加糖其实是有点不妥的，这是因为加糖会让牛奶的能量增高，而且糖还能够抑制尿酸的排泄。长期喝这种加糖的牛奶可能会增加肥胖和痛风的风险。六、每天保持在300毫升左右就可以了，再好也不能当水喝。乳糖酶缺乏者、过敏体质的人不宜饮用。总的来说，老年人适当的饮用牛奶还是很有好处的。以上知识不妨尽早的了解，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哦。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